我不能挑战全网拥有最老保时捷的 UP 主，但我觉着我可以挑战全网拥有最破加最便宜的保时捷的 UP 主。现在就让我们回到40年前，来看一看这一台1983年的保时捷944。这一台保时捷944应该算是全系看起来最不像保时捷的一台车了，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保时捷为自己设计生产的一台车。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大众和保时捷的关系就已经非常暧昧了。大众就想要出一款两门的小跑车，他们就找到了保时捷。保时捷一看这个车我都设计出来了，那我们就把它造一下吧。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代的保时捷924。然后保时捷924一出，那个车就卖爆了，在第1年就卖出了2万多台，成了当时保时捷最爆款的一台车。就这么看来的话，保时捷924在当年的性质应该就和保时捷帕拉梅拉和保时捷卡宴在如今的性质差不多。这是一台能给保时捷赚钱的车，能让保时捷继续造911的车。而且从外观上看来说，它也更像是帕拉梅拉的爷爷。虽然它是一台2门车，帕拉梅拉是一台4门车。网上也有很多人说这台车像马自达 RX-7 的 FC， 因为它的玻璃的样式是这种弧形的，然后整个车身的线条也和 FC 有点类似，所以说有很多人说这台车是 FC 的爸爸。RX-7 doing here, making a point about outstanding value in a sports car.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的样式很符合的是80年代时候汽车的设计风格。80年代的科尔维特，80年代的300ZX 都是同样的类似的风格，前置引擎，非常长的前引擎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想要看一下保时捷944和300ZX 的比较？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这里扣个1，我给大家买一台300ZX，我们来测一下。我自己也挺好奇的，说实话。这一台保时捷944也是一台键盘直拉满车。83年那一代里面，这个车的转向助力是选装，而且我很幸运，我买到了一台没有转向助力的保时捷944。另外，这台车可以被称为是最平衡的保时捷之一，它拥有的是前50后50的配重比。你知道当年要去做一台这么轻的车，没有任何豪华配置的车，然后做到前后50比50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保时捷的解决方案是把它的变速箱放到了这里，这样这台车就达到了一个50比50的完美比例平衡。另外，这台车也没有 ABS， 没有 EPS， 没有安全气囊，甚至它没有发动机故障灯。所以说，这台车是一个非常原始的、非常机械的，但是又在机械方面造得非常平衡的一台车。另外有一点是，这台车有翻灯。之前有同学说无法抵抗翻灯，我自己也是一名翻灯爱好者，这也是为数不多保时捷造的翻灯车之一了。是不是很酷炫？另外提到这个车，不得不说的也是它的动力。它的动力呢，就是一个2.5四缸引擎，一共140多匹马力。所以说这个的推背感可以几乎说是没有。但是考虑到它的重量大概是1100公斤，所以说这台车的动力还是非常可以的。官方说的加速可能是7秒多左右。但是我从来没有把它开到一个特别极限的状态，我也不想把它开到一个特别极限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数值在我这里还是个问号。我非常怀疑这一台车能够做到7秒多的加速，但是有时候你开这一台车并不是为了享受它的加速，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说一下它的内饰了。这个车的内饰感受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这种皮质包裹的手感实在是无与伦比。这底下都做了加绒的处理，里面都是这种棕色的内饰，这个脚垫稍微有点脏。这个方向盘是一个后来配的方向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改装，因为这台车没有转向助力，所以说它在高速公路上开起来会特别的晃。有这么一个手感握感特别好的方向盘，是对这台车的驾驶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这个就是当年的运动座椅。
外面是一个皮质包裹，里面是一个灯芯绒的材质，四周都是用绒布包裹。你看有些点已经由于时间太久的年份太久的原因，已经开始有些褪色。它的手刹在这里。进到车里以后，这个车的内饰是非常的简洁的。这是一个上半代的944的内饰设计，所以说它的内饰风格是和924完全相同的。在后半代的944，它的内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比较起来，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上半代的944的设计，它更有一种原汁原味的味道。这里有一个保时捷的 logo， 然后我们把它偏开，这就是一个钥匙孔。这里就是油压表、我们的空调、我们的时间，然后这里可以调空调的温度。这是一个改装过的影音娱乐系统，可以插光碟，可以听收音机。另外我不喜欢的一点是这个车的挡把，这个挡把也是一个改装过的，手感也还不错，但是它的这个风格和整个车的氛围就没有很搭，所以说这个挡把我肯定得换。你就这么盯着这个中央的位置，你是不是觉得它少了点东西？没错，它没有杯架，所以说我每次开着车出去取喝的时候，我的喝的我就不知道该放哪。这是一个烟灰缸。另外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车的后座。这个车的后座与其说是座，就不如说它就是一个板凳。这是一个当年经典的一个2+2的结构，尼桑 300ZX 也是采用了一个类似的结构。要不然我还是搞一台 300ZX 吧。但是这台保时捷有一个非常没有灵魂的地方，就是它的钥匙孔，哎，不在这儿，它的钥匙孔在这儿。它也不是保时捷那种经典的5连表的设计，而是一个3连表。让我们来到后面，这个车的后备箱是一个经典的掀背结构，里面的空间还是非常可以的。这些地方都有一些经年的使用痕迹，它已经非常的脏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清理它。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我可以清理一下，特别是这种死角的位置。如果把这个扣子给解开，它里面就是它的备胎，这个备胎还是当年的那种实心备胎，备胎看起来很特别。还有一个老年的千斤顶，这都是80年代时候的东西了。另外这还有2个暗格，在这里面放了一点 coolant， 那边对面也有一个。这一块布呢是用来放车顶的天窗的，我们可以把拉链打开，然后把车顶的天窗放在里面。那我们再看一看引擎盖，哎，会。现在引擎盖两边的支撑有点坏掉了，所以说我就一直拿手撑着拉。这个车相对于它内饰的磨损程度来看，我觉得它在引擎方面就已经保存得非常完好了。这个车的上一任车主把整个车做了一个大的维修，大的 restoration， 所以说这个引擎的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它的变速箱的状态也是非常良好的。能在一台80年代的车上面看到情况如现在这样的引擎，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难得了。这台车呢，到现在为止跑了大概118500迈。算起来大概就是18万公里我把它买过来也不是为了就让它在车库里待着吃灰收藏的，我是想要天天把它开出去玩，想要把它天天能够开出去上班的一台车。在这台车在各个地方还有各种各样的损伤，所以说来到大家最喜欢的环节之一，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台车究竟有哪些问题。车子转向拉杆生锈严重，主驾驶车门打不开，从里面打开。中央扶手箱位置有一个大口子，座椅有各种各样的口子，仪表台位置有各种各样的裂纹，车子的内饰有各种各样的褪色情况，一个巨丑的挡把，后轴可能有一些问题，总会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并且有时候会发出一些异响。前轴刹车的晃动非常明显，可能要换一下刹车盘和刹车片。它的漆面在这个位置非常的糟糕，甚至都有一些不平，这个位置也有一些不平，还有一些糟糕的漆面，连雾灯也没有啦，这边也没有。这大概就是我的83年保时捷944了，我非常的爱这台车。在现在网上各种车都是1000匹、2000匹，0-100加速2秒多的今天，能开这么一台140匹后驱手动挡的车，是需要一点点的耐心的。
但是当你慢慢体验过这种被时间沉淀的美好之后，你就能体会到这台车它的可贵之处，它的平衡感，它的机械感，这一切就非常非常的保时捷。这一台车也是带我慢慢去入坑老车的一台车，我也会慢慢的去修复它，把它那些不完美的地方都变得更加完美一些。所以说接下来我会放一系列关于这一个944的视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我也会收更多的老车去给大家拍一些节目，如果大家喜欢的话